当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并肩而立，所有人以为焦点是中俄同框，没有想到抢走镜头的竟然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女儿，被朝媒称作尊敬的女儿的金主爱。这是她首次站上国际舞台，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而另一边，中共的红色公主习明泽选择缺席，这一来一回，把整场大秀的悬念值直接拉满了。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月音。9月2号，一辆绿皮专列缓缓地驶入北京车站，中共中办主任蔡奇和外交部长王毅罕见地同时现身在站台的一侧，显然是来接机大人物的。车门开启后，才发现原来享受如此高的接机规格的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因为其专制和封闭，金正恩向来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然而这一次镜头聚焦的则是紧随金正恩身后面带微笑的圆润少女，她不是朝鲜的第一夫人，而是金正恩的女儿金主爱。当天，身着端庄的藏蓝色套装的金主爱梳着公主发型，步态从容地走在朝鲜外务相前方，在密集的闪光灯前显得落落大方，一点也不怯场。她的发型让人想起她的母亲李雪主公开露面时的形象。由于朝鲜政权高度封闭和对信息的控制，外界对有关金主爱的信息知之甚少，包括她的年龄和姓名。朝鲜官媒称呼她是心爱的孩子，尊敬的女儿。尊敬的一词在朝鲜是极为崇高的称谓，直到被确立为接班人之后，金正恩才被正式称为尊敬的同志。据前美国 NBA 明星丹尼斯·罗德曼在2013年9月结束朝鲜旅行后曾对外披露，他和金正恩及其家人在海边度过一段时光，他抱过他们的女儿主爱。自那以后，外界就普遍以金主爱的名字称呼他。不过，一位前韩国情报机构官员和一位前北韩外交官曾表示，他另有其名。金主爱的具体年龄对外界也是一个谜。根据韩国情报机构的披露，金主爱出生于2013年，可能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孩子。金正恩和李雪主还有一个大一点的儿子和一个年龄较小的第三个孩子。不过，第三个孩子的性别，韩国也不知道。近年来，金主爱打破朝鲜和金家的传统，频频地出现在公众场合。首次被公众所知是在2022年的11月，朝鲜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上，朝鲜媒体发布了金正恩和女儿在试射活动上的一系列照片。这是金主爱照片首次对外公开，她当时身穿白外套和红鞋子，远远地注视着导弹升空，并与父亲手牵着手同行。此后，金主爱出现在一系列精心策划的亮相活动上，包括导弹试射、军事阅兵以及海军驱逐舰的下水仪式等。最近，金正恩还将女儿的公开亮相范围从军事活动扩展到一些经济项目、文化活动，甚至外交场合，其中包括今年6月海滨度假村的竣工仪式、参加和俄罗斯文化部长刘比莫娃的会晤等。在很多场合的照片中，金主爱都站在重要的位置上，甚至抢了母亲李雪主的镜头。朝鲜还曾发行了印有父女俩照片的8种纪念邮票。随着金主爱在朝鲜官媒上的出镜率一路走高，外界普遍猜测她很可能是金正恩的继承人，而这次随父访华，等于把这张名片递到了北京，让这个猜测又加了一层底气。朋友们，说到这里，不禁让人想起了另一位第一女儿习明泽。金主爱年仅12岁，就已经被朝鲜官媒冠以尊敬的女儿的称号，公开出现在导弹试射、军事阅兵、外交会晤等重大的场合，甚至这次还直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与普京、习近平同框，被视为接班信号的一部分。反观习明泽，今年33岁，作为习近平的独生女，被外界称为红色公主，但她一直极少公开露面，
偶尔在少数外交宴会陪同母亲彭丽媛，并没有任何正式的职务，更没有像金主爱这样被高调地推到聚光灯下。这种鲜明的对比，其实折射出两种体制的不同选择。朝鲜选择提前公开接班符号，用下一代强化政权延续性，而中共则刻意维持神秘与隐身，避免习明泽过早地成为权力话题。一个12岁就被推上国际舞台，一个33岁依然隐身幕后，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反差本身就是政治信号，也难怪成为国际舆论的热议焦点。不过话说回来，讯号强不等于板上钉钉。朝鲜的权力结构向来以男性为主，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是金氏家族的男性轮流执政，而金正恩今年也才41岁，目前看不出有什么重大的健康问题，并且金正恩也不止这一个孩子，所以接班还有很多的可能性。然而，首次出现在国际场合的金主爱，并没有出现在9月3号的阅兵仪式上。按照以往的惯例，在礼宾的安排上，外国首领的第一夫人通常是由彭丽媛陪同，即第一夫人对第一夫人。同理推测，金主爱应该是由习明泽陪同，即第一女儿对第一女儿。但事实上，习明泽并没有出现在阅兵场合，他的缺席与金主爱的高调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在场与不在场的差异本身就成了国际舆论热议的一部分。不过，年龄差距这么大，习明泽会专门陪同金主爱吗？甚至交流一下如何接班？朋友们，你怎么看？欢迎留言说说你的看法。相对于朝鲜90%吃不饱的家庭，金主爱可谓是会投胎呀。看她圆滚滚的脸就知道，从小就锦衣玉食。不过，虽然贵为第一女儿，相较于现代大多数的女性，金主爱至少应该有一个小遗憾，就是她可能从来都没有坐过飞机。没错，她是跟着她的父亲坐着火车，旅行了24个小时才到达北京的。其实金家不是没有专机，金正恩的专机是一架前苏联的伊尔62客机，机龄已经有40多年了。据传，维修用的零部件都已经买不着了，当然安全性就更谈不上了。2019年，金正恩前往新加坡去见川普的时候，从中共那里借了一架波音747。可是，当他走下舷梯挥手接受媒体拍照的时候，背后显示出的却是喷涂在飞机上的中共国旗，这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中共的地方领导人在出访。显然，这对朝鲜国内的宣传来说是一件极其丢脸的事情。此后就再也没有看到金正恩乘飞机的相关报道了，进进出出都是这辆专列了。这辆列车叫太阳号，是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送给金日成的，后来成为金家家族的传家宝。根据韩国媒体报道，这列防弹专列约有90节车厢，包括会议室、觐见室、卧室和高级餐厅。车内是相当的奢华，不仅有世界各地的美食，更有从巴黎空运来的活龙虾、顶级的波尔多和勃艮第葡萄酒，以及可以随叫随到的俄式、中式、韩式、日式和法式的菜肴，以满足金氏家族对美食的欲望。车上还配备沙发、卫星电视、电脑和电视机，内部装潢金碧辉煌，朝鲜的国旗点缀其中，彰显权威。除了吃喝玩乐一应俱全之外，车上还配备了固若金汤的防御武器，包括重型武器和防弹装甲，能抵御炮击并躲避间谍卫星与侦察机追踪，还搭载地对空导弹及82毫米迫击炮。车厢的天花板和地板都铺设了防爆钢板，就连列车的表面都覆盖有一层雷达吸波材料，以摆脱间谍卫星和侦察机的追踪。太阳号也因此被外界戏称为金家的移动城堡。按理说，这样的安保级别已经让人瞠目结舌了。不过，这对金家来说还不够。出行的时候必须3列火车同时运作，其中先遣列车搭载100多名安全人员排查威胁，
另有军用直升机和飞机在上空护航，确保安全无虞。专列还运载金正恩的防弹轿车，随行人员包括精锐保镖和医疗团队。金家三代对这辆专列的喜爱，从他们在车上待的时长就可见一斑。1984年，金正恩的爷爷金日成乘坐这辆列车访问了东欧的几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先从中国出发，穿越苏联，途经东欧列国，然后再经过苏联返回朝鲜，整整跑了36.8万公里，相当于整整绕了地球9圈，就差没有把这列专列开出地球去了。金正恩的老爹金正日也不甘示弱，他在这辆车上旅行了约33.4万公里。2011年，在火车上进行现场指导时，因为心脏病病发身亡。随后，他的私人车厢被列在了平壤陵寝，作为金家宣传的一部分。与其父亲和祖父不同，金正恩不怕乘飞机，但他仍然继承了祖父和父亲的偏好，延续使用这列专列作为主要的出访工具。当然，金家伟大领袖们的追求不仅仅停留在物质方面，他们还有精神层面的要求。据说车上随车带有女艺人，领袖们会要求女艺人穿着华丽的服饰，用朝鲜语和俄语为自己和宾客演唱歌曲，以缓解旅途的乏味。金家三代可谓是把这辆专列玩出了新的高度。我们将镜头从车厢拉回到天安门。中共这场阅兵秀的压轴大戏，其实不是哪一型导弹，而是金正恩的到来。而当金正恩最终出现在城楼上，站在习近平左侧时，站在习近平右侧的，则是遭到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这一排站位就是整场大秀的定格画面。他要传递的并非口号里的全球南方团结，而更像是由被制裁、被通缉、被孤立的政权拼接出的铜矿。中俄、伊朗、朝鲜的轴线，世界的邪恶轴线。这是时隔近70年后，中俄朝再次同框。更耐人寻味的是名单背后的选择。中共邀请金正恩前来阅兵，出乎人们的预料。除了因为金正恩是国际弃儿外，还因为之前习近平对金正恩的不待见，这也是有目共睹的。金正恩2011年12月上台后，大搞核试爆，让北京相当的反感，多次公开谴责，并在安理会一系列对朝加码制裁的决议上投下了赞成票，同时配合落实包括限制煤炭进口等措施。更雪上加霜的是，2013年，金正恩以极刑处决了他的姑父张承泽。张承泽长期被外界视为中朝之间的重要沟通窗口，和对华经贸合作关联密切。此举被广泛解读为金正恩直接打脸北京。2017年，金正恩同父异母的哥哥金正男在马来西亚机场遭到 VX 神经毒剂暗杀。金正男长期旅居澳门、马来西亚，多家外媒称其受中方保护，或至少在中方视野之内，也常被评论界视为北京偏好的温和派备胎。这起在第三国且动用化武的暗杀，再次被解读为公然挑战北京的底线。因此，上台6年多的时间里，双方始终缺乏高层的互访。直到2018年3月，在韩朝首脑会谈与美朝峰会前夕，金正恩才首次访华，而且中方公开将这次会晤定性为非正式访问，带有明显降格的意味。那么，为何如今北京却调整路线，给到金正恩中办主任、外交部长同时接机，和习近平、普京前排同框，以及阅兵后和习近平双边会谈的最高规格礼遇呢？为什么要冒着被国际舆论嘲讽的风险，也要把他请到天安门城楼上呢？德国之声的一篇评论文章分析得非常的透彻，这是一盘一石三鸟的棋局。第一，防范俄罗斯。俄乌战争爆发后，朝俄关系迅速升温，朝鲜向俄罗斯提供急需的弹药，并派出军队以换取能源和技术。北京敏锐地感到，如果任由朝俄走近，自己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主导地位会被削弱。把金正恩请到主场，并且和普京同框，既展示北京的号召力，
也在策略上把朝鲜的重心往中方拉回了一截。第二，提前布局金川会。川普返回白宫后，其外交风格偏好领袖对领袖的直接交易，未来再次出现金川会的可能性极高。北京用高规格铜矿把中朝关系推到了镜头正中央，传递的是没有中共就没有朝鲜半岛的解法。一旦朝美互动再起，北京可居中充当东家或关键的中介，从而避免自己被边缘化。第三，牵制韩国。韩国政府目前的安全路线是安全靠美，北京不甘心只扮演经济奶牛，把金正恩请到最显眼的位置，等于在首尔面前强调中朝关系可以迅速加码，朝鲜半岛安全的真正钥匙在北京手里。如果忽视北京，任何和平稳定都难以推进。金正恩这次出访创下了多个首次，从三国领导人罕见的同框，到朝鲜领导人首次跨出双边场域走上多边舞台，再到自1959年以来首次亲临中共阅兵，首次不带夫人带女儿，每一个第一次都在放大一个讯号，这不是例行公事，而是刻意营造的场面。而场面的背后则是算计，是赤裸裸的政治交易。对金正恩而言，此行是用曝光换资源，用站位换筹码，既可对内塑造世界领袖的形象，又可从北京换取粮食和能源，同时在中俄之间腾挪，把下一轮对美对韩谈判的底牌压得更厚。最关键的是向世界宣示，臭名昭著的金家政权不是孤家寡人，而是反西方轴心不可或缺的核心成员，主要的盟友。说到底，这不是一场单纯的典礼，而是一场交易加预演。北京用铜矿把话语权拉回手里，金正恩用曝光换资源，用站位换筹码，还顺手把接班的名片递了出去。一天的镜头最后定格在了两个画面，一列慢而可控的深绿专列和走在外务相前面的那个女孩，前者是安全与节奏，后者是权力的未来，合在一起就是当下东北亚的权力语言。接下来就看三件事：北京给了什么，平壤要到了什么，它会不会再出现？如果这三点都对上号，今天这些画面就不只是新闻，而是下一幕的开场。你怎么看这场铜矿之后的走向呢？请留言告诉我。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